大家好，我是金融派大星。今天这集图解我们不啰嗦，直接切入正题。最近也就是6月18号，央行发布了一份关于稳定币的重量级报告。说实话，这份报告的数据真的是非常扎实，各国监理进度整理的简直跟教科书一样完嘞。但是呢，当我反复认真读完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该去配一副多焦老花眼镜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份报告的数据虽然极度精准，但他看这个世界的焦距根本就对错战场了啊！这就让我们必须来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戴错了眼镜在看金融的未来？这份报告最大的一个盲点就在于它完全是戴着一副央行本位的近视眼镜在看事情。你想想看，如果你只戴着看近的眼镜，那远处的全球战略看起来当然是一片模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直接把这副旧眼镜摘下来，换个视角，带大家看看市场上真正发生的巨变。好，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来看看央行本位的盲点在哪里。这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循环论证陷阱。接着第二个板块，标准与现实的落差。为了让大家秒懂这个比较生硬的货币理论，我们直接用家里厨房的人造奶油来打个比方。大家想象一下这其中的荒谬感。假设今天央行化身为一个奶油工会，然后拿出一份极度严谨的测试报告，大声宣布说：注意啦，真正的天然奶油一定得是黄色的，所以那些白色的人造奶油通通不及格。好，如果用他们自己定的这套标准来看，说只有央行货币才是好货币，那确实逻辑上没错。但最尴尬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全世界的厨房现在早就都在用人造奶油炒菜啦。所以最关键的点就是这一句话：你可以坚持它不是奶油，但市场照样用脚投票。其实稳定币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要去取代央行货币，跑去当整栋金融大楼的币基。它真正在做的事是成为这一栋大楼里面那根传输极快、极度关键的网路线。结果这份报告花了极大的篇幅在防守一个根本没打算跟你竞争同一个位置的对手，这不是很瞎吗？那么真正的战场到底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板块。来聊聊防守本位造成的失焦。报告里面一直用台湾国内银行汇款有多顺畅来批评稳定币没用，但这完全是用境内的尺去量跨国的工具嘛。大家回想一下，传统的跨境汇款有多痛苦？你在台湾账户里的$1，跟在纽约的$1根本就不是即时等值的。你要做 SWIFT 的系统，经过层层的代理行，还要忍受P+1甚至P+2的时间延迟，最后还要被扒好几层皮的手续费。钱都还没到对方户头，那些摩擦成本就先吃掉一大半了。但是对比传统银行这种缓慢又昂贵的运作方式，你看看跑在区块链上的 USDC 和 USDP， 他们在做跨境移转的时候是可以做到几乎即时，而且是1:1的等值清算。稳定币恰恰完美解决了跨境这个维度上的超级痛点。在这个真正的战场上，它的效率绝对是把传统银行水在后面的。更让人直摇头的还有那种银行本位的技术盲点。报告里面把稳定币的跨链描述得很慢很贵，就像是一座座孤岛。拜托，那是2021年旧式的封装桥技术好吗？我们现在都2024年了，大家看看现在的现代科技，像 Circle 推出的 CCTP 协定，人家用的是原生销毁与铸造，在来源链直接销毁，在目的链直接原生铸造，这是1:1的绝对信任。这早就不是什么碎片化的孤岛了，这是一个畅通无阻的多闸道互通网路。你拿3年前的世界观来评估今天的科技，这结论怎么可能不失真？接下来进入第4个板块，我们要来聊聊数位美元霸权，彻底跳脱日常零售的思维。报告里提到，在台湾买东西很方便，没有人会想用美元去买真奶或鸡排。废话，当然呢。
但真正的战场从来就不在你家巷口的鸡排摊内。你看看现实世界资产，也就是 RWA 的代币化市场，已经从过去的21.6亿美元直接暴冲到接近337亿美元。稳定币的战场早就转移到链上企业级的资产结算了。我们现在已经一脚踏进 AI 智慧体时代，如果还要用买鸡排的零售思维去评估 B to B 的全球资金变革，那么我们绝对会错失到整个时代的红利。这边就必须带出知名分析师 Brent Johnson 提出的一个非常精辟，而且我们必须严肃看待的概念——币国的隐形武器。报告里面确实引用了1970年代欧洲美元扩张的历史，但得出的结论居然是，所以我们要防守货币主权。这真的完全是只看到了皮毛，却没看到背后的整个大局。我们来对比一下，先就视角就知道了。旧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所以我们需要防守。但你换个全局视角看看新的观点，美国现在根本就不是在跟你辩论稳定币该不该存在啊，他们是正在把美元彻底武器化。美国正利用稳定币打造欧洲美元 2.0， 把美元霸权的全球网络效应再狠狠地往外延伸一轮。说白了，稳定币就是那根用来吸取全球流动性吸管的数位升级版。了解了全球局势，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板块，接轨才是核心。来谈谈台湾的战略与出路。各位，你看看，台湾现在处于多么关键的战略位置。我们手上有台积电供应链移往美国的庞大金流，我们有鸿海等一整票 AI 伺服器的价值清算需求，而且别忘了，我们还是超级巨型的美债尽在全国。台湾现在可是稳稳的坐在全球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正中央啊，这真的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王牌筹码。所以今天这份图解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在这里，光是死守新台币的安全，完全是画错重点。主动接轨全球数位美元的基础设施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现在真正该去思考的战略是，这股庞大的 AI 金流，我们该怎么收、怎么发，怎么把这些流量跟价值稳稳的留在台湾境内。记住，单纯的防守从来都不是什么好战略，积极接轨才是。节目最后，我想把这个极度关键的问题留给大家思考：未来台湾这条价值兆元的 AI 供应链金流，究竟是要跑在我们自己参与建制、能够连通全球的轨道上，还是我们要在自家门口死死守着钱包，然后把这些金流清算背后的庞大利润，双手奉送给海外机构？说真的，大家好好想一想，希望这次的图解能帮大家换上一副正确的眼睛，重新看懂这个世界。我是金融派大星，我们下次见。